今天咱们又来吃老底座川螺，它的兄弟金口龙螺和银口龙螺，它和我们之前吃过的这个角龙螺也是亲兄弟。大家都知道角龙螺的屁股贼苦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要挑战一下它的兄弟屁股到底苦不苦，你们可以盲猜一下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哥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视频。前段时间呢，在网络上查资料，无意间发现了这张照片。经过朋友的鉴定，左边白口的那个应该是圆龙螺。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资料，好家伙，圆龙螺居然有毒。而右边黄口的那个叫金口龙螺，听说金口龙螺在海南那边经常有，所以呢，我就找海南的朋友帮忙我买了一些。意外的发现，不仅有金口龙螺，居然还有银口龙螺。你看，像这种金口的就非常的漂亮。东西现在已经寄到狼仙国际那边，走，我们现在先过去把它给提回来。帅哥，喂！我的螺嘞？哎，太过了嘛，你就买。此螺非彼螺，你不知道，你拿出来看一下，不一样，在哪里啊？同父异母是吧？不是，同母异父。不，它这个是同一个家族的，你看一下，看到没？这有点不一样嘛。不是，这个螺口都不一样，而且刺也没这么长，看到没？那可以从海南寄过来的，寄了2波，还有一波没到，还有一波比这个大，这一波好小，打包起来吧。哎，这中10了哥。10了不要了，帮我挑出来了。这也关了吗？都有气无力的。啊，不用拍了，不用拍了，回家，回家。可以了。拿回去不一定全死了，保住温度就可以了。我刚才拿回来一个个研究了一下，这些螺都没有坏，都还没有味道，应该是活力不太行了。我本来呢是从海南订了2批，还有一批比今天这些要大很多，我估计要后天才能到，但是我等不了了，我怕这些会睡着了，所以我今天就先把它们给盘了。看着这些螺，大家应该都很眼熟，因为咱们之前有盘过它的兄弟角龙螺，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考个股。记心的小伙伴会发现，今天这2种螺跟之前的角龙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你看哦，角龙螺的口盖是比较粗糙的，而且有明显的螺旋纹；银口龙螺的口盖有颗粒感，但不明显，且中间呢有一块黑色的圆点，且没有螺旋纹。而金口龙螺呢最好辨认了，口盖比较光滑，且口盖跟这个螺口都是金黄色的，非常漂亮。不过最特别的还是银口龙螺，你看哦，它有肚脐孔，而其他2种都没有，所以把它们3个摆在一起对比，非常有辨识度。它们呢和老底座川螺，也就是夜光龙螺都是好兄弟，所以呢我又让你们失望了哈，没吃夜光龙螺，我就跟你们这么说，这辈子吃夜光龙螺那是不可能了，你们也千万不能吃啊，我们吃它的好兄弟就可以了。之前咱们做的那个花雕赎罪蟹的味道让我念念不忘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准备做一份花雕赎罪螺啊，就这个创意，你们不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？我们先来熬一下泡的汤汁，先来炒一下香料，生姜、蒜头、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花椒、肉蔻，小火先把这个香料给它炒出香味，炒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加生抽，来点盐，白糖还可以多加一点，再来点蚝油。哇，这个酱油熬得好香啊，让它多熬一下，把它的豆豉的香味给它熬出来。然后倒入82年的花雕酒，这个花雕酒跟生抽的比例要3:1，所以这个花雕酒要多换一点。等它煮开以后，来点82年的白酒，再来点82年的白醋，然后把火给关掉，不能再煮了，再煮下去酒精的味道就没有了。就这样，等它放在那里换凉就可以了。再来洗一下这个螺，还是得一个个给它刷一下，这样就会干净了。然后把它冷水下锅煮一下，来几片生姜、海盐，先小火慢慢煮，等煮开以后再开大火。这个汤凉的差不多了，来几片柠檬，新鲜的陈皮，再来几个话梅，提升一下风味。该忘记了，炒这个香料的时候应该再加2个辣椒，有点微辣，应该会更好吃。尝一下这个汁的味道。哇，这汤煮久一点，酒味就没有那么冲，就柔和了很多了。这汤底可以，味道非常好，放在那里备用。我去，这个螺煮的怎么这么黄啊？好像很上火的样子啊！现在把它捞出来哦。妈呀，这个汤贼黄啊！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螺给它处理一下，尾巴给它挖出来。这个尾巴不用拆，估计都会苦。这螺很好挖，相当的好挖。就这个尾巴不要给它弄断掉，要给它弄干净。然后把这整个尾巴，包括这里面的内脏，全部给它挖掉，挖干净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再给它塞回这个壳里面去，最后给它泡进来。这样子处理完就非常的干净，等下吃起来贼方便。哇塞，这个金口龙螺的螺口实在太漂亮了，就跟镀了黄金一样。好像放不下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给它放到保鲜去泡上4、5个小时哦。剩下的这些给它摆一下盘，然后直接吃哦。再给它点一朵从路边采的野草哦，搞定。OK， 先给你们整一杯82年的青梅酒压压惊哈。先给你们整一个这个金口龙螺哦，我要开始挑战它的屁股了啊，看一下会不会花苦哦。来，先给你们整一个，来，粉丝先吃。虽然过了这么久，但是心里还有阴影啊，干就完事了。好苦啊！我去，苦的程度不亚于角龙螺啊，应该是所有龙螺的尾巴都会苦，一定要把这个内脏给去干净。然后就是这个螺头，
口感很好，很香，很爽脆，但怎么感觉没有上一趟的绞龙螺来的鲜甜？再试一个。不仅这个金口龙螺缺少一点鲜甜味，沾一点芥末刺身酱油试一下，提鲜啊！哦不对，是山葵刺身酱油，山葵没有芥末那么冲。蘸酱好吃，但是它这个螺吧本身有点咸，蘸酱又感觉太咸了一点，甜味不够。个人感觉没有绞龙螺好吃，不过它尾巴去掉以后都不会苦了。兄弟们，我拼了，打算再试一下这银口龙螺的尾巴。Hello， 好苦啊！实锤了，龙螺的尾巴都苦。原汁原味的试一下这个螺头吧。哇，咬到壳了，我去，好难受啊！我发现这个金口龙螺跟银口龙螺一样，口感都很好，但是就缺少一点鲜甜味，必须得山葵刺身酱油提鲜。还是老问题，太咸了一点，我得往这里面加一点点香醋，应该味道就会很好了。试一下啊。加点这香醋蘸一下，味道就非常棒了。那剩下这几个留给我们摄影哥，现在我非常期待花雕熟醉螺。哇，酒香四溢啊，已经等不及了，就泡了2个小时。我现在来试一下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吃的肯定爽，因为这个已经处理干净了，一口一个，看着已经很入味了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就是这个口感泡了一下偏硬了一点，没有那么脆一点。哇，可以耶。我还怕不够入味，其实已经很入味了，主要是这个螺已经处理的很干净，一口一个贼爽。不过今天这个汁调的有点咸了一点，我感觉泡这个螺可以淡一点点，因为大闸蟹它本身是没有咸味，但是这个螺它本身是有咸味，而且我刚才还加了一点海盐煮，所以会更咸一点。风味非常独特，酒香味很浓郁。好吃，来，过来尝一个。酒味还是有点重。还好了，今天煮久了，比较久一点，酒味没那么浓，比较柔和很多。配希望，配啤酒，配可乐，配80的青酒，受不了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个泡出来呢是没有大闸蟹泡出来那么好吃，因为大闸蟹它的鲜甜味比较足，这个螺呢它今天又缺少了一点鲜甜味。我突然感觉今天这个螺拿来做那种冷串啊，做那种麻辣口味的应该也很好吃。就泡了2个小时就已经很入味了，不能再吃，就这样吃还是有点咸，还是得拿来配粥或者配饮料。OK， 那我们先来做个总结哈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花雕熟醉螺做的还是挺成功的，就是咸了一点点。有机会的时候嘛，建议可以尝试一下，就是这个酱油的比例可以低一点点，盐巴就不要再放。还有就是这个金口龙螺跟银口龙螺，它的鲜甜味确实不如绞龙螺，口感的话都差不多，很棒，都很嫩很脆。那么这期就这边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。